儿子，你现在月薪都2万了，这种黄脸婆配不上你，赶紧离了吧。婆婆当着我的面，毫不掩饰地对老公说道。老公支支吾吾，竟然没有反驳。我听完忍不住笑了。好啊，那咱们就离。不过在离婚之前，我想问问，你们谁把房租交一下？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叫李小月，今年32岁，和老公张伟结婚已经3年了。当初我们是大学同学，他追了我整整2年，我才答应和他在一起。毕业后，我进了一家外企做财务工作，张伟则去了一家中型民营企业做市场部的普通职员。说实话，刚结婚的时候，我们的收入差距就挺明显的。我每个月税后能拿到15000，张伟只有8000块。但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看不起他，毕竟感情不是用钱来衡量的。结婚的时候，张伟家里拿不出买房的钱，他爸早年去世，就剩他妈一个人在农村种地，家里的积蓄全给张伟读大学用了。我父母心疼我，用他们的养老钱给我在市中心全款买了一套3室2厅。房产证上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，当时张伟还挺不好意思的，说等以后有钱了，一定要买套更大的房子写我的名字。我笑着说不用，房子是用来住的，不是用来比较的。婚后第2年，我们有了孩子，婆婆王桂花从农村来到城里，说是要帮我们带孩子。一开始我们相处的还算融洽，婆婆虽然是农村人，但也知道基本的礼貌，每天会做饭、打扫卫生、照顾孩子。我下班回来，她会端茶倒水；张伟回来晚了，她会给儿子热饭热菜。表面上看，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3代同堂的家庭，但时间久了，一些细节开始让我感到不舒服。婆婆总是有意无意地在我面前提起张伟工资的事。小月啊，我们家伟子也是大学生，怎么工资就这么点呢？隔壁老王的儿子高中毕业的，现在都月入过万了。伟子这么优秀的人，在公司是不是被人欺负了？每次听到这些话，我都只能打个哈哈。我知道婆婆心里不平衡，觉得自己儿子这么优秀，凭什么挣得比媳妇少？有时候亲戚来家里做客，婆婆会刻意强调，这房子装修得真好，小月娘家真是有钱啊。我们伟子要是有这个条件，肯定比现在发展得更好。这些话听多了，心里难免有些膈应，但看在他帮忙带孩子的份上，我都忍了。张伟对这些倒是没什么感觉，他每天忙着工作，回家就是吃饭睡觉，偶尔周末会带孩子出去玩玩。在他看来，日子过得挺好的，有老婆，有孩子，有房子住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我也这么想的。虽然婆婆有时候说话不太好听，但毕竟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，一家人和和气气的，总比吵吵闹闹强。谁知道这种表面的平静，在张伟升职后彻底被打破了。那天张伟回来，兴奋地抱起我转了一圈。老婆，我升职了，公司新成立的项目部，老板让我当主管，月薪涨到18000，还有项目提成。我由衷地为他高兴。这3年来，张伟确实很努力，经常加班到深夜，周末也要去见客户。现在终于有了回报。婆婆听到这个消息，比我还要激动。她拉着张伟的手，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我就知道我儿子是个有出息的。这下好了，咱们家伟子也是领导了，月薪18000，加上提成，一个月能有2万多了吧？从那天开始，婆婆就像变了一个人。她开始在亲戚群里疯狂炫耀，
发张伟的工资条截图，晒公司给他配的新电脑，甚至把他的名片拍照发到朋友圈。我儿子现在是主管了，管着10几个人呢。公司老板特别器重他，说他是公司的未来之星。现在找他办事的人可多了，天天有人请吃饭，这些我都可以理解。母亲为儿子骄傲，这是人之常情。但让我不能接受的是，她对我的态度也变了。以前婆婆虽然偶尔说些不中听的话，但至少表面上还客客气气。现在不一样了，她开始明目张胆地挑我的毛病。小月，你看看你这几天都没化妆，女人还是要注意形象的。维子现在是领导了，你作为领导夫人，穿着也要讲究一点。你这身衣服都穿了2年了吧，该买新的了。我心想，我每天上班忙得要死，回家还要陪孩子，哪有那么多时间打扮自己？再说了，我的衣服虽然不是什么大牌，但也干净整洁。张伟升职后，确实比以前忙多了。以前他6点就能到家，现在经常要8、9点，有时候甚至11、2点。说是要应酬，要陪客户，我能理解，做领导就是这样。但婆婆的话就让人不舒服了。维子现在身边美女如云啊，他们公司新招的几个小姑娘，个个都是大学生，长得水灵灵的。男人有本事了，身边不缺年轻漂亮的。小月，你可要当心啊！这话说的好像我老公马上就要出轨似的。我憋着火问他：“妈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：“我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提醒你一下，现在外面的小姑娘可厉害了，专门盯着有钱的男人。我们维子现在这么优秀，肯定很多人惦记着。”我冷笑一声，没有接话，心想：你儿子1个月2万块就叫有钱了，那我这个月薪1万5的，岂不是也算个小富婆？果然，没过多久，张伟就跟我说，公司给他配了个助理，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叫刘婷婷，人挺机灵的，工作效率很高。以后我的一些文件整理、会议安排都由他负责。我说这是好事啊，有人帮你分担工作，你能轻松一点。谁知道第2天，婆婆就开始在我面前夸这个刘婷婷。我今天去给维子送饭，见到她那个助理了。哎呀，那小姑娘长得真漂亮，跟电视明星似的，人家还是名牌大学毕业的，家里条件也不错，对维子可崇拜了。维子说什么她都说好，我听得心里堵得慌，这不是明摆着挑拨离间吗？晚上张伟回来，我问他：“你那个助理真有你妈说的那么好？”张伟愣了一下：“还行吧，就是个普通的助理。你妈说她长得跟明星似的。”张伟笑了：“我妈就是爱夸张，哪有那么夸张？就是个普通的小姑娘，刚毕业，什么都不懂，我还得教她很多东西呢。”虽然张伟这么说，但我心里还是不太舒服。尤其是有一次，张伟加班到凌晨2点才回来。第2天早上，婆婆故意在我面前说：“维子身上有股香水味，不是你平时用的那种，肯定是在外面应酬，跟人家贴得太近了。现在的女人啊，就喜欢往男人身上靠。”我终于忍不住了：“妈，您能不能别总是说这些有的没的？张伟是您儿子，您就这么不相信他？”婆婆撇撇嘴：“我这不是为你好吗？防患于未然，懂不懂？等事情真发生了，后悔都来不及。”从那以后，我和张伟之间确实产生了一些矛盾。我开始疑神疑鬼，他晚回来一会儿，我就会问东问西。他的手机响了，我会下意识地看一眼。张伟察觉到了我的变化：“老婆，你怎么了？最近怎么总是查我的岗？是不是我妈跟你说什么了？”我说没有，就是关心你。但张伟不傻，
他知道肯定是他妈在背后嚼舌根。有一次，他忍不住跟他妈吵了起来：“妈，您能不能别总在小月面前说那些没用的，什么香水味，什么漂亮助理？您这不是挑拨我们夫妻关系吗？”婆婆委屈地说：“我这是为你们好，现在外面诱惑那么多，我不提醒一下怎么行？再说了，你现在这么优秀，确实应该找个更好的。”张伟愣住了：“妈，您什么意思？”婆婆没有直接回答，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那个眼神让我浑身发冷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她不是在提醒我防着外面的女人，她是在暗示张伟可以换一个老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婆婆的态度越来越明显了，她开始在张伟面前频繁提起别人家的儿媳妇，隔壁老李的儿媳妇，研究生毕业，在银行工作，年薪30万，楼上老赵的儿媳妇，家里3套房，还有2个商铺。你表哥的老婆虽然学历不高，但是娘家是做生意的，陪嫁了一辆宝马。每次说完，她都会若有所思地看着我，那意思很明显，你看看人家的儿媳妇，再看看你。我假装听不懂，继续该干嘛干嘛，但心里的火气越积越多。有一天，婆婆突然跟张伟说：“儿子，我给你介绍个人认识认识吧，是我们老家县城鞋厂厂长的女儿，人家研究生毕业，长得漂亮，家里条件特别好，在省城有2套房，父母就这一个女儿。”张伟皱着眉头：“妈，您说什么呢？我都结婚了，结婚了怎么了？现在离婚的人多了去了，你看看你们单位有几个没离过婚的？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这是自然规律。”我在厨房里听着这些话，手里的碗差点摔了。这个老太太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，原来她早就计划好了，要让儿子跟我离婚，另找高枝。晚上，我跟张伟摊牌了：“你妈是不是想让我们离婚？”张伟沉默了一会儿：“老婆，你别听他瞎说，我不会跟你离婚的。那你为什么不阻止他？她毕竟是我妈，我总不能跟她翻脸吧？所以你就任由她在我面前说那些话。你知道我听了多难受吗？”张伟叹了口气：“我知道你委屈，要不这样，我找个机会跟我妈好好谈谈，让她以后别再说这些了。”但是婆婆根本不听劝，反而变本加厉。她开始故意在我面前秀存在感：“伟子，妈给你炖了汤，补补身体。你的衣服妈都洗好熨好了，你想吃什么，妈给你做。对我呢，小月，你自己做饭吃吧，我要照顾伟子，衣服自己洗，我没时间。下班顺路买点菜回来。”这差别待遇明显到令人发指，孩子都看出来了，问我：“妈妈，奶奶是不是不喜欢你？”我能说什么？只能安慰孩子，奶奶就是比较疼爸爸。张伟也发现了这个问题，他试图调解，但每次都不了了之。婆婆总有一堆理由：“我就是心疼儿子，有什么错？小月是大人了，不需要我照顾。我一个老太太，精力有限，顾不了那么多。”最让我生气的是，她开始在外人面前贬低我。有一次，她的几个老姐妹来家里打麻将，我下班回来，听到她们在客厅里聊天：“桂花，你儿媳妇工作怎么样啊？也就那样吧，一个月1万多块钱，还没我儿子挣得多，那也不错了。现在工作不好找，不错什么啊？30多岁了，也不知道生2胎。我们伟子想要个儿子，他就是不生。现在的女人啊，就知道顾着自己。”我站在门口，气得浑身发抖。什么叫我不生2胎？明明是张伟说经济压力大，等过2年再说，怎么到他嘴里就成了我的问题？我推门进去，那几个老太太立刻住了嘴。婆婆若无其事地招呼我：“小月回来了。”
快去做饭吧，大家都饿了。我冷笑一声，我累了，你们想吃什么自己做吧。说完，我直接回了卧室。身后传来婆婆的抱怨声，你看看，这就是我说的，一点都不贤惠。那天晚上，我跟张伟大吵了一架，你妈太过分了，她凭什么在外人面前这么说我？我哪里对不起你们家了？张伟也很为难，老婆，我妈就是嘴碎，你别跟她一般见识，别跟她一般见识，她都快把我逼疯了。要么你让她回老家，要么我带孩子搬出去。张伟急了，别冲动，我会处理的。但她能怎么处理？婆婆根本不把她的话当回事，表面上答应的好好的，转头还是老样子。终于，在一个周末的早上，事情达到了顶点。那天，张伟在家休息，婆婆一大早就把她那个老姐妹，还有老家的几个亲戚都叫来了，说是要商量一件大事。我隐约感觉到不对劲，果然，等人都到齐了，婆婆清了清嗓子，开始了她的表演。今天把大家叫来，是想让大家给我们家维子做个见证。维子现在事业有成，月薪2万多，是公司的中层领导。按理说，这么优秀的男人，应该配个更好的女人。我坐在沙发上，冷眼看着他演戏。张伟想要阻止，妈，您别说了。婆婆瞪了他一眼，你别插嘴，让妈把话说完。小月这个人吧，也不是不好，就是配不上我们维子现在的身份。你看她30多岁了，跟个黄脸婆似的，工资也不高，一个月就1万多块钱。最重要的是，结婚3年了，就生了一个女儿。我们老张家总得有个儿子传宗接代吧。婆婆说到这里，转头看着张伟，儿子，你现在月薪都2万了，这种黄脸婆配不上你。妈给你物色了老家厂长的女儿，人家研究生毕业，家里还有2套房，趁着还年轻，赶紧离了，重新找个门当户对的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张伟身上。张伟支支吾吾，脸涨得通红，但就是没有明确反对。我听完忍不住笑了。好啊，没问题，既然你们想离婚，那咱们就离。不过在离婚之前，我想问问你们谁把房租给我交一下。客厅里瞬间安静了，婆婆愣住了。什么房租？我站起身，慢条斯理地说道，王阿姨，您在我家住了3年，该不会不知道这房子是谁的吧？这房子不是你们夫妻共同财产吗？共同财产？我冷笑一声，您可真会想。我走到电视柜前，拿出一个文件夹，这是房产证，麻烦您看清楚，上面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。这是购房合同，全款121万，付款人是我父母。这是付款凭证，时间是我们结婚前3个月。我把这些文件一一摆在茶几上。这套房子从头到尾都是我的个人财产，跟你儿子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婆婆的脸色瞬间变了，她结结巴巴地说，就算是你的房子，那又怎么样？夫妻之间还分什么你的我的？您说的对，夫妻之间确实不用分得那么清，但是既然你要我们离婚，那就得分清楚了。我拿出手机，打开计算器。这套房子市中心，3室2厅，120平米，按照现在的市场价，月租至少8000块。您和您儿子在我的房子里住了3年，3年就是36个月，8000乘以36，一共28万8千。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我给你们打个折，收20万。请问这个钱谁来付？婆婆的脸色由白转青，由青转紫。你怎么能这样？我们是一家人啊，一家人。我冷笑道，刚才是谁说我配不上你儿子的？是谁要我们离婚的？既然不是一家人了，那就得按规矩来。
房租必须交。张伟这时候才反应过来，他急忙说道：“老婆，你别生气，我妈就是一时糊涂，我从来没想过要跟你离婚，是吗？”我看着他，刚才你妈让你离婚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反对？你是不是也觉得月薪2万了就可以换老婆了？张伟涨红了脸，我没有这么想。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话？我是不想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跟我妈吵架哦，不想跟你妈吵架，所以就可以让我受委屈，就可以任由她羞辱我。我转头看着那些亲戚，各位，你们都听到了，是他要我们离婚的，不是我。既然要离，那就把账算清楚。有个亲戚想要打圆场，小月啊，都是一家人，别把话说得这么绝。桂花也是为了伟子好，为了伟子好，我冷笑，为了伟子好，就可以让他住在我的房子里，还要赶我走，这是什么道理？如果真的为他好，就应该让他自己买房子，而不是占着我的房子，还嫌弃我这个房主。婆婆终于绷不住了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我儿子这么优秀，娶你是你的福气，你还敢要房租？优秀？那怎么3年了还买不起房，还要住在老婆的房子里？您的逻辑可真是够好笑的。婆婆被我对得说不出话来，那些亲戚也都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张伟终于站了出来，妈，您太过分了，小月说得对，这房子确实是他的，我们能住在这里是他的宽容，您不但不感激，反而还要赶他走，您的良心呢？婆婆急了，我是你妈，你怎么能帮着外人说话？小月不是外人，她是我老婆，是我孩子的妈妈，倒是您一直把她当外人，从我升职开始，您就变了。您真的是为我好吗？您就是虚荣，想要一个有钱的儿媳妇来给您撑面子。母子俩吵了起来，我没有参与，只是静静地看着。其实，当张伟没有第一时间反对他妈的时候，我对这段婚姻已经失望了。一个男人连保护自己老婆的勇气都没有，还谈什么相濡以沫、白头偕老？吵了半天，婆婆甩下一句话：“反正我不同意你们继续在一起。”然后气冲冲地回了房间。那些亲戚也都讪讪地离开了。客厅里只剩下我和张伟。张伟想要解释：“老婆，我真的没有想过离婚，我妈就是一时糊涂。等她冷静下来，我会好好跟她谈的。”我摇了摇头。张伟，你还不明白吗？问题不在于你妈，问题在于你。你从来没有真正站在我这一边。每次你妈欺负我，你都说她是我妈，我不好说她。每次我受委屈，你都说你大度一点，别跟她计较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也是人，我也会累，会疼，会失望？张伟沉默了。我继续说道：“你知道这3年我是怎么过的吗？我每天上班累得要死，回来还要被你妈挑3拣4，我的钱都用来养家了。你的钱呢？你说要存钱买房，可是3年了，你存了多少？现在你升职了，月薪2万了，你妈就觉得我配不上你了。那我想问问，我月薪15000的时候，你月薪才8000，我有嫌弃过你吗？我有让我爸妈来羞辱你吗？”张伟低下头：“对不起，是我没有保护好你。道歉有用的话，要婚姻做什么？”我深吸一口气：“张伟，我们离婚吧，不是因为你妈，而是因为我累了。这段婚姻，我看不到未来。”张伟慌了：“老婆，你别冲动，我们还有孩子呢。正因为有孩子，所以更要离婚。我不想让孩子在这种环境下长大，整天看着奶奶欺负妈妈，爸爸却无动于衷，这对孩子的成长有什么好处？”接下来的日子，张伟不断地求我原谅，他保证会处理好他妈的问题，甚至说要带我和孩子搬出去住。但我心意已决，有些东西一旦破碎了，
就再也回不去了。我找了律师，开始准备离婚的事宜。律师告诉我，房子是我的婚前财产，离婚后完全归我所有，孩子的抚养权，鉴于我的经济条件和一直以来的照顾，法院大概率会判给我。张伟需要支付抚养费，按照他现在的收入，每月至少要付5000块。当我把这些告诉张伟时，他彻底慌了。老婆，我们真的要走到这一步吗？是的，你妈说的对，我配不上你。既然配不上，那就好聚好散吧。婆婆知道我们真的要离婚，也慌了。她找到我，想要和解。小月，之前是我不对，我就是一时糊涂，你别跟我计较，我们还是一家人，别闹到离婚这一步。我冷笑，现在知道我们是一家人了，晚了。您不是给您儿子找了个研究生儿媳妇吗？有2套房的那个，赶紧让他们结婚吧，到时候您就有地方住了。婆婆的脸色很难看。其实我知道，她说的那个厂长女儿根本就看不上张伟，人家研究生毕业，家里有房有钱，凭什么嫁给一个离过婚还带着孩子的男人？张伟月薪2万，在婆婆眼里是优秀，在人家眼里可能连门槛都够不上。1个月后，我们正式离婚了。离婚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，房子归我所有，张伟和他母亲必须在1个月内搬出去，孩子归我抚养。张伟每月支付抚养费5000元，至于那20万的房租，我没有真的要，毕竟夫妻一场，没必要做得太绝。但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所有的亲戚朋友，让他们都知道这3年是谁在养着谁。离婚后，张伟和婆婆搬了出去，他们在附近租了一套2室1厅，月租6500，还没有我家宽敞。我偶尔会听到一些消息，说婆婆到处抱怨，说我不近人情，说张伟工作越来越忙，经常不回家，说那个漂亮的助理已经辞职了，说张伟相亲了几次都没有成功，对方一听说他离过婚，还要付抚养费，就都拒绝了。我对这些已经不关心了。离婚后，我的生活反而轻松了很多，不用再听婆婆的冷言冷语，不用再看张伟的窝囊样子，家里清静了，孩子也开心了。他说，妈妈，我们现在的家好安静啊，我喜欢这样的家。我抱着孩子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是啊，一个家最重要的不是大小，不是豪华，而是住在里面的人能够相互尊重，相互体谅。可是这些美好都被现实磨没了。当金钱和虚荣占据了主导，爱情就变得不值一提。我不恨张伟，也不恨婆婆，他们只是做了他们认为对的选择，只是这个选择里没有我的位置，那我就体面地退出，带着我的房子，我的孩子，我的尊严，继续我的生活。前几天，张伟给我发了条信息，对不起，我现在才明白，失去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。我没有回复，有些话说得太晚就没有意义了，有些人错过了就是一辈子，生活还在继续。我还是那个月薪15000的财务，住在自己的房子里，养着自己的孩子，过着平凡但踏实的日子。偶尔我会站在阳台上，看着这个城市的夜景，想起那天我说的话，你们谁来交房租？然后忍不住笑了。是啊，这是我的房子，我想让谁住，谁才能住，我不想让谁住，谁就得离开。这个道理很简单，可惜有些人永远不懂，直到失去了才明白，有些东西本来就不属于他们，比如这套房子，比如我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